有一点值得注意，在这次的恐怖袭击当中，很有可能有一个代号叫做上校的国际雇佣兵参与其中。上校？对，上校这个名字想必你们都不陌生。我看过他资料。所以说，一旦确认对方身份，可以就地击毙。是。搜救幸存者，确认伤亡情况。是。Hello？ 你还好吗？来。老宋，指导员，你受伤了，我没事。让我看看。受伤了？我没事儿。我看看。我没事儿。来，我看看。老聂，我没事儿。看看。老聂，我说话你还不相信吗？我真没事儿。现在这个不重要。老聂，你看到了吗？这一回，真的是上校出手了。出来的时候，营长指示过，这一次一旦发现上校，可以先发制人。我去。不行，我去。老聂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就受这点伤，这算什么？你嫌我拖你后腿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现在没时间跟你争执这些。这些伤员，还有兄弟们，都得让你来运送，而且车辆的部署都得你来安排，没有你来安排，我不放心。老毕到，伤员情况怎么样？报告，除个别幸存者以外，伤亡惨重。另外，发现友军一辆吉普车可以用。那这样，老聂，那辆吉普车我用来运送伤员，但是特战队必须跟着你，这样我才能放心。出发！走，点好。队长，我已经追踪到埃方友军被劫车辆的卫星定位了，基本可以确定他们的逃跑路线。干得漂亮！这次让他们插翅难逃。
建成，童医生，这些伤员怎么回事？这些是帮助我们联合国运送特派物资的友军，他们遭到了恐怖分子的袭击。我们赶到的时候，物资已经被劫空了，聂风还在追。行，他们交给我们吧。你也受伤了？啊，我没事儿，一点小伤。那我找他们军会合了。不行，我帮你紧急处理一下。快啊！队长，根据卫星定位显示，恐怖分子是穿过河床逃走的，我们应该很快就能追上。志勇，停车。好。聂风，什么情况？一切都太顺利了，有些不太对劲。停车待命，保持警戒。好，收到。聂风，你没事吧？你耳朵受伤了。有埋伏！吴阳到，准备排爆机器人。是，快！没有我的命令，谁都不许离开这半步。好。哎，你干嘛去？一定有人在盯着我们，我去看一看。你受伤了？我没事。聂风，所有人坚守站位。在我们后面有人在跟踪我们，怎么办？我们分头行动，
好的。老边，你那边怎么样？牧羊正在排雷，已经差不多了，估计很快就能跟你会合。你那边怎么样？只寻回一小半的物资，能找回来就不错了。排雷结束之后，迅速与我会合。收到。注意安全。你小心。米娅，你怎么自己坐在这儿啊？我的头特别疼。田梦，那是罗杰的床，不认识。他昨天晚上就说他头很疼，然后他今早就死了。我现在也头疼，我明天早上会死吗？我害怕。不会，你不会死的。一会儿医生姐姐就过来了，会把你治好的。好吧，那我就回病房等医生姐姐。嗯，我带你回去。嗯，我带她回病房了。哎，童医生，你帮我擦一擦就行了，这就是点小伤，总这样。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？
这里的病毒分分钟要了你的命。啊？你说什么？我听不见，大点声。聂风，聂风，警长，疯小子啊，可以呀！刚刚埃方致电我们大使馆，向我们表示了诚挚的谢意。听见没有？哎，建成，通知炊事班加2个菜，好，好好庆祝庆祝。佟医生，一起啊！谢谢营长。请进。你怎么来了？见到我不高兴吗？请问有什么事儿吗？此次运粮事件怎么样了？你什么时候给我一个官方说明呢？布拉德先生，我已经召集了各国代表来开紧急会议商讨此事，有任何的进展，我会第一时间通报您。这次袭击不是件小事儿，你为什么不能提前做好准备呢？啊？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让敌人钻了空子？布拉德先生，联合国已经部署兵力了。我不想听，你明白吗？还有事发的时候，中国维和步兵营，他们在干什么？啊？他们是联赛团最重要的武装力量，知道吗？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中国维和步兵营，他们一定要承担所有的事情，为这件事情负责。布拉德先生，你作为联合国的特别代表，要以公平公正的态度处理事情。这次事件是突发事件，中国维和步兵营的应对没有任何的疏漏，他们不但把伤亡降到了最低，还挽回了一部分的粮食。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中国维和部队只抢回来这么一小部分的粮食，而你现在却在这向我邀功，恐怕这个时候不合适吧？我不是在邀功，我只是觉得你的说法有失偏颇。你所说的一小部分粮食，那也是中国维和部队的战士们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。联赛团花了这么多的财力，请中国维和部队来做事儿，可他们却连分内的事情都没有一样做好，知道吗？你这么说真的太过分了。欧阳女士，自从总部派你来斡旋塞利亚的局势，非但没有缓和，反而恶化了。大家都很想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。布拉德先生，你这是对我的侮辱，我随时可以向总部汇报你的无理行为。那你可以试一试，看看总部到底是相信谁，也看一看是你的报告先到总部的，还是你的辞退命令先来这儿。立刻联系各大媒体，发表声明，通报埃塞俄比亚运输粮队在丹城城郊遭到了抢劫。声明中务必要痛斥暴徒，表明联赛团追究此事的坚定立场，明白吗？还有，通报之前就不用发文件给鲁尔总统那边了，直接通报媒体报道。这起突发事件，我向中国维和步兵营表示感谢。你们不仅帮助我们减少了损失，还保护了我们的安全。今天，也请来了联赛团作战部门和警察部队的代表一起来分析案情。这次突发事件，必须要找到元凶，查清真相。关于恐怖分子的个人信息，中国维和步兵营上尉军官聂风为大家找到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，请他为大家介绍情况。大家好，我是中国维和步兵营特战队队长聂风。途中的友军牺牲，大都是眉心中弹，一击爆头。很明显，
这出自顶级职业杀手所为。如果我推测的没有错，这个人叫上校。很抱歉，没有他的照片，因为没有人能拍到他的照片。他是这个世界上现存为数不多的顶级职业杀手，只为钱卖命，在多数国家犯下罪行。他的军事素养和反侦察能力都极强，没人能抓住他。那我们要做什么才能保证我们运输车的绝对安全呢？聂风，你是怎么知道这个人的？因为之前在委内瑞拉执行任务，我翻阅过一些通缉犯的资料，其中有一个人的资料就是上校。他的特点不只有一击爆头，还有枪械、子弹，大部分都是特制的。他的子弹打到对方的头颅之内，还会产生2次连爆，这也是我判断是他的原因。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，能在塞利亚这个地方遇到他。既然现在有了头绪，我立刻通知维和警察部门同国际刑警组织联系，直接进行国际通缉。稍后我会向鲁尔总统通报，让塞利亚军方和警方在塞利亚全境内展开搜捕。但是高营长，我觉得除了中国维和步兵营，没有人能抓住他。所以联赛团授权你们继续全力配合抓捕恐怖分子。没想到欧阳丹尼竟然没有通过我，就直接发了新闻。这下好了，全世界都知道了，我塞利亚到处都是饿死的难民，到处都是杀人的恐怖分子。直到现在，没有任何组织为袭击运粮队负责。我们现在真的是太被动了，所有的矛头都指向我们。我们必须要做点什么来挽回我们的颜面。戒严令下达以后，单城连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，所以这件事很有可能是恐怖分子干的，也很有可能是单城外的反政府武装余孽策划的，目的就是为了扰乱当权的政治局势，制造舆论危机，对我们的政府进行施压。没想到局势会发展到这一步啊！看来，我们要共度难关了。当您做出选择时，就已经是一条不归路了。我得跟你说一下现在的情况。目前呢，在中国维和步兵营的协助下，受伤的运粮士兵已经在第一时间送到了医院进行了治疗，都已经脱离了危险。那批粮食怎么样了？高营长打算把这批粮食给联赛团，但是我认为于情于理，这批粮食都应该留一部分给中国维和部队，他们帮我们解决了很多的问题，连鲁尔总统女儿班达也是他们救的。班达？对，如果没有他们，班达活不到现在。那么，班达现在怎么样了？不太好，伤得很重，现在是植物人的状态，一直在医院里。所以，班达现在在医院里面。说实话，单城出现麻烦，多亏有中国维和步兵营，如果没有他们，这些事情真的让我后怕。如果这次粮食真的全部被劫走的话，联赛团不仅颜面尽失，我们在塞利亚可就更加的困难了。
那么就按照你的提议去办，把一部分粮食留给中国维和部队，怎么样？哦，还有一件事儿，联合国的物资进入丹城的相关事宜，我想让你跟鲁尔再去交涉一下，让他再放一批粮食和物资到丹城来。这个我跟鲁尔已经谈过很多次了，他的态度你应该很清楚，他真的是一步都不肯退让，他一定要坚持他自己的想法。我知道很难，可是这次粮食被恐怖分子劫走一定不是偶然的事情，类似情况还会再发生的。丹城一天不解除戒严的话，粮食危机就不会结束，安全局势也会更加恶化。欧阳女士，现在的问题，鲁尔并不是最重要的，丹城还有别的恐怖势力存在，不是说解除戒严这么简单的事情。还有，那么多恐怖的势力在盯着这里。布拉德先生，你所说的恐怖势力是什么？什么叫不是解除戒严这么简单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只是猜测而已。你是谁啊？你不用知道我是谁。啊！但请你考虑清楚，我给你一个选择，你真的想打那个电话吗？别试探我。你想要什么？别担心，我来这儿不是来杀你的。我有个工作给你，现在你听好了。我想让你把粮食送到联赛团医院，2天内必须到。医院？为什么？你要做什么？你不用知道，和你没关系。你好，请讲。欧阳女士，我现在想让你尽快把物资送到医院。医院？可是这批粮食是专门救济给难民的，恐怕不合适吧？听着，保证医院能够正常运转，对于联赛团而言是重中之重。这样一来，可以建立联赛团的威信；二是可以赢得鲁尔的信任。童医生，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来看看建晨。哦，你脸色怎么不对啊？没有，刚下了一台手术，有点累。哦，你有时间吗？有啊，怎么了？哦，没什么，想找人说说话。啊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算了，你忙你的吧。不是，我这不是受宠若惊了吗？怎么了？心情不好？没，就是有点郁闷。要不这样，你呀，今天帮我当垃圾桶，有什么负能量跟我释放释放。坐吧。你知道我在这儿是做什么的吗？治病救人，救死扶伤啊。那你知道我每天要做多少台手术吗？这个我可不知道，连你做的是什么手术我都不知道。
我什么类型的手术都做。医院就像一个急诊室，每天要应对各种突发状况。什么手术都能做啊？厉害，佩服。这里的情况实在是太特殊了，无论你碰到什么样的病人，你都得去面对。以塞利亚现在的形势，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给患者做有效的治疗。现在我们的药品也很紧缺，作为医生，我真的很无奈。其实塞利亚的状况比我们来之前预想的还要差，更何况很多情况都不是你们可以解决的。虽然我不是医生，但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。你知道吗？我刚刚下了一台截肢手术，患者是一个15岁的小男孩，他当时哭着跟我说他特别爱踢球。以他的情况，如果他能早一点送过来的话，完全没有必要截肢。患者来医院不是应该躺着进来站着出去吗？但是我刚刚却让一个小男孩站着进来躺着出去的，这是作为医生最痛苦的。你知道每天我会接到很多截肢手术，我根本没有能力救人，我觉得我自己就像一个截肢机器。你不用太悲观了，你的外科技术在国内都是一流的。再说了，有些问题不是你一个人可以解决的，你不用自责。换个说法，这些孩子要是没有遇见你，他连命都没了。而且你别忘了，塞利亚目前这个局势我们都知道，在这儿救一个人比杀一个人更难。我就是觉得自己特别没用，我的道德准则每天都在折磨我。我特别想要给那些病人最好的治疗，可是在这儿我真做不到。你其实真的不用想的太多。作为一名医生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你挽救了那么多生命，对那些病人来说，你就是天使。先不说这个了。哦，对了，这是医院新到的补给，你拿着吧。这个你们这儿都有啊？联赛团说了，有补给优先给医院。谢谢你啊，童医生。想要组织几次难民游行，其实并不难，但是……八脸，难道说你现在害怕了吗？医院不是那么好进的，一旦有事情发生，联赛团和中国人都会去追查的。我们应该从长计议，慢慢来。慢慢来。我会协助你们进入医院的。进去后，我来搞定。这么贸然行动还是很危险。政府军镇压反对派武装的决心，你上次已经看到了。我看到了吗？你在这个时候跟我说，是不是有点太晚了？你认为呢？现在他们封锁了丹城，这样太冒险了。我不管别人怎么样，我还有我的家庭呢。听着，你现在可能还不清楚状况，那我就告诉你，我不管你带多少人进医院，我也不管你在医院里面怎么杀人，怎么抢夺医院的物资还有食物，你只要能把班达带到这里，这是我的要求，你明白了吗？你要想清楚。所以我可以去拿粮食和药物了吗？混蛋！让你做就做！你怎么那么不听话？如果你不想做，我就送你全家去见上帝！孩子，这是生活，你是选择金子，还是选择死亡？记住，活着很重要。
我选择金子。选得好。现在滚出去！你们听明白了吗？是的，是的。别吃别玩，听我说。你们快给我想点好点子。我们这么做是在笼络我们难民的力量，让他们听我们差遣。你们明白吗？我们要激起难民心中的愤怒，我们要制造谣言，还要上街游行示威。现在所有的粮食物资全都在医院里面，你们去散布医院有粮食的假消息，要强调联合国不给我们发粮食，却给了医院他们。我们要去医院里面把粮食夺回来，你们明白吗？明白，明白。明天如果政府军阻拦的话，必要时就要杀难民，造成政府军杀人的假象，把这盆脏水泼到政府军的身上去。你们明白吗？明白，明白。你们明白吗？明白。好。他们会把物资送到医院里面去。食物都给了丹城医院，我们需要吃饭。我们都快饿死了，居然还给医院送粮食。难道医院比我们还重要？这真的是太可恶了。医院有很多需要救助的难民，所以我觉得没问题。我觉得食物应该给他们呀。这些食物是属于我们难民的，我们都没分到，为什么要给医院？食物给医院有什么不对？我的父亲被医院的医生救了命。那就是说，你想看到丹城大街上满是饿死的难民是吗？你是这个意思是吗？但是医院不能拿走所有的食物，必须归还我们的部分。要食物！我们要食物！要食物！我们要食物！要食物！我们要食物！现在，我们一起去把食物要回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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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我们的！食物要回来！食物要回来！总统先生，楼下有外国大使想要见你。不理睬他。总统先生，如果不理睬的话，会被认为我们理亏。您知道的，现在全世界的舆论都在抨击我们。你不是说过我们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吗？舆论的代价，我承受得起。哎呀，我这现在脑袋嗡嗡的响，肯定就是被那些地雷弄的。我也是，头还很晕。你是不是青梅脑震荡了？欧阳，你手机。谁呀？妈，你怎么这个点给我发视频啊？幸好我今天休息。洋洋，我这不是在成都出差吗？也不知道这几天怎么搞的，这个左眼皮老是跳，睡不好。刚才啊，正好看新闻报道说你们塞利亚那边爆发粮食大危机了。哎呀，我就担心啊，你们营里的粮食够不够吃啊？不够吃，妈妈帮你邮点。不用妈，够呢，你放心啊。不信你问志勇。志勇，哎，阿姨好，你放心，我们这儿伙食特别好，炊事班那几个人跟我关系非常好啊，肯定把牧羊养得白白胖胖的，放心。那你们能吃饱，我就放心了。哎，你们平常啊训练特别辛苦，
一定要注意身体啊！啊，志勇，那个我们洋洋啊，从小身体就不太好，麻烦你们大家伙多照顾照顾他。哎，阿姨啊，您跟我还客气什么？交给我了。对了，洋洋，哎，妈，那个下个礼拜啊，晶晶就要结婚了，人家上周给我还送喜糖来了，你说说你，人家本来是答应要和你结婚的，你不同意，这不，人家姑娘现在都要嫁人了，你说你还是个单身。妈，我自己的事儿我会安排的，您就别跟着后面瞎操心了啊。哟，听你这意思，你是有情况了？情况是有，但没戏。你说你没戏，没戏，你瞎喜欢什么劲儿啊？就喜欢着呗，万一有一天人家喜欢上我了呢？洋洋，妈可告诉你啊，你得抓紧点跟我谈恋爱，我这个着急当奶奶呢。行了，妈，你放心吧，知道了。对了，您这次去成都待几天啊？我再待几天，我就回去了。那行，那您要是忙完了有空，替我去趟乐山，去小鹏家里看看。放心吧，妈妈这都安排好了，你就好好训练吧，别瞎操心了。阿姨啊，哎呀，我也有件事要拜托你，您要有时间啊，能不能帮我送1000块钱给小鹏的妈妈？行，没问题，阿姨帮你带。谢谢阿姨。行了，妈，那就先这样啊。哎，对了，以后要是有什么事儿啊，您就给我发信息，我怕我训练看不到手机啊。知道了，那你们啊，都一定要照顾好自己，一定要注意安全啊，儿子啊。嗯。哎，阿姨啊，您放心吧，我们呀好着呢。妈，你也照顾好自己啊，爱你哦，拜拜。